两位新人，你们今天衣服也很配啊。我就是不想逃啊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好，熊浩介绍一下自己。各位好，我是熊浩，我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焕俊，然后呢，我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。然后我想跟熊浩讲一句话：今天这场辩论婚礼，你逃不掉了。等了这么久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跟我上次的体验其实是很相似的。上次遭遇到王苹果。您单身吗？单身关你什么事啊？好，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熊浩选择。那我选择后开。好，那我先说了。好，焕俊3分钟开始。婚礼当天发现还是没那么爱他，你要不要逃？逃个什么啊？婚礼当天啊，好家伙，你昨天不逃，明天不逃，你就非得今天逃。熊浩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婚礼当天穿西装跑得比较方便啊？我穿婚纱我跑不过你啊！真的是啊，别人都是结束了爱情的长跑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你嘞？先走进婚姻殿堂，然后准备起跑，啊，那我这边份子钱都给你了，啊，然后我饭吃一半，你这一跑，我又没吃饱，更不敢打包了。你这个人做事情你是实在没有礼貌哈。而且呢，你这一跑相当于放了一个最大型的鸽子。你看呀耶，新娘家请了2000多人，哦，在场还有几个道上混的好大哥，你觉得你这一跑？你还回得来吗？3年5载你就回不来啦。那一个人在外面呢，我们还是需要点钱的，是不是？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没钱吃饭你会肚子饿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人就是偏浮躁了啊。咱们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不要着急当天，收拾好行李跟钱，我们日后再跑。好，再来，我反对你的发现啊。你既然当天跑得那么匆忙，那你这个人也不怎么聪明吧？那你的发现就一定准确吗？你可能只是喝多了啊，对，你醒来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。哎，我为什么要逃婚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你的发现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又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啊！还有婚礼上哈，新娘都想着什么？幸福和美好啊，你嘞，想着从哪个门跑？我告诉你哈，哪个门你都跑不掉的。那你跑的话，是不是还得有人来接你？谁？你的朋友吗？你朋友不是全在里面参加你婚礼吗？滴滴司机，那这个更不行了哦，因为你上了车以后，你会非常着急啊，跟司机说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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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司机说看你穿成这样，以为你着急结婚，又给你送回来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好没用啊！什么荒谬的梗？所以你长了这么大，你是有点活不明白了。不是所有事情你都可以为所欲为的，没那么喜欢你就要跑。我这边告诉你，我跟你打辩论也没那么简单。我为什么没有跑？还不是因为我尊重你吗？所以呢，你可以不做他的爱人，但是你至少做个人吧。因为我本人呢也是被经历过被抛弃，我当下呢也是个新娘，哑巴新娘，我悲伤到我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？讨论的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啊去结束一段感情。你不那么爱我 ，OK， 但是至少让我们彼此体面的分开。滴滴司机又把你送回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熊浩，正方3分钟开始。各位从这个欢笑的氛围里面出来。刚才杨幂老师说奇葩说有不一样的颜色，我完全同意。但今天这道题，你仔细想，其实是彻底的黑色的。婚礼的现场一定非常喧闹，但是如果在婚礼的现场有一位不爱那个新郎的新娘，可能只有她能够穿越各种喧嚣的声音，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雪白色婚纱后面淅淅沥沥的哭声。对所有旁观者来讲，这是喧闹的喜宴；可对于他不爱，这一切摆设全是深渊。人生有的时候回望的时候非常苍凉。各位打开你的手掌，你算一下，我们从小到大做过多少次自由由衷的决定？家庭不是我们选的，姓名不是我们选的，性别、长相、成长的阅历，哪件事情是你自己选的？怎么长大了，
成人了，可以控制自己人生，最后发现幸福还是由不得你选呢。昨天琪琪说过一句话特别好，他说冯骥才先生说，风可以吹走好大好大一张白纸，却吹不动好小好小一只蝴蝶，因为自由的那一点点光亮就是不顺从啊。所以各位，在幸福这件事情上，不要低估了你的勇敢，你有10000个理由做自己的英雄。第二，换个角度，我们看这个题目当中那个特别不讨喜的人，就是这个主人公，他就问幻俊说，他肯定很拧巴嘛，不是早一天，不是晚一天，为什么是当天？结婚的当天。各位细想，如果你对人性有一点点体谅式的揣摩，你就会看到说，他可能面对的结构、环境、舆论、三姑六婆太强大了。一个普通的人，如果不用这种绽放式的方式去宣布，即使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一个平凡人，我有一些基本的生命原则，也绝对不容僭越，他有什么方法呢？所以逃离，与其说是逃跑，不如说是宣誓。他把我是谁，我要什么，爱什么，恨什么，什么事情我坚决不能做，写到天空之上。所以各位，这不是逃离，这是震慑和澄清。当然，这个题非常 drama， 我相信我和他都不可能出现在逃婚的现场，绝不可能。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讲，这个题到底在讲什么？4个字：当机立断。我们上错了一辆公交，我们也没有在最合适的时候下车，然后怎么办？你坐到底啊！你心里面肯定非常焦虑，因为你在问自己什么时候下，什么时候下。Right now， 各位，此时此刻就是下车最好的时间。在座各位非常的年轻，在未来一定会面对关于自己生命许诺的幸福时刻，请你相信，你永远可以选，因为你不是纸，你是璀璨的蝴蝶。完全听不懂，大家开心一点结束不好吗？好了，幻俊，来，开杠。啊，我先吗？对，你先开始。你要跑去哪里啊？你笑什么笑？离开那个现场，跑到任何让我自在、舒服、可以回忆、反思这一切的地方，都是好的地方。但停在那个地方就不是好的地方。来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：你上错了车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那车子要停下来吧？啊，车没停下来，你跳下去吗？还有，你刚才就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就不知道具体去哪里，所以这个人呢没给自己准备，你一逃，那你就是太冲动。来，大家重新审一下这个题。这个题里面，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字形就是发现还是没有那么。你仔细体会这几个字，这真的是深思熟虑。你们有没有想到，如果你们在结婚当天想完熊浩老师这一段，婚礼都结束了，你还逃什么？来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各位足够的勇气，让你即使在如临深渊之前，也有回头的力量。这才是我讲那么多重要话对大家的启示。哇哦，那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我不知道这个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。因为我站在他面前，他发现我比较漂亮，那你当天发现没那么爱他，就一定准确吗？不是当天，我刚才说过这个题，这是反复琢磨的后果。哦，反复琢磨，非得当天逃跑，就是给大家难堪，你偏会给自己加戏。熊浩没有时间了，哦，没时间了。叫你爱讲，他前面还教我嘞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哈，大家，他说没那么爱他，很正常，这是婚姻的本质啊。我当天没那么爱他，我10年如一日没那么爱他，这说明什么？我这个人很安稳啊，很稳定啊。哦，你一开始就看到了婚姻最好的状态，你跑什么？跑什么？哎，还剩3秒。啊，那不要跑啊，爱你。爱你。